2024年12月4日，华语文坛和影视圈传来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著名作家琼瑶在新北市淡水区的家中逝世，享年86岁。这位以其深情细腻的言情小说和经典影视作品闻名于世的筑梦大师，以一种他自己选择的方式，优雅而宁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回顾琼瑶阿姨的一生，那一定离不开琼瑶剧。在曾经琼瑶剧几乎霸屏了华语市场接近30年，捧红了无数的俊男美女，影响了一整代人的恋爱观。她的作品从被追捧到如今的被讨伐，其中缘由就有美化第三者和一些扭曲的婚姻观。在她所写的故事里，其实有不少她本人的影子。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琼瑶的人生故事，和她一生中2段备受争议的感情，以及聊一聊琼瑶她到底是不是恋爱脑。琼瑶的母亲袁行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陈志平来自湖南衡阳，是一位教书先生，大袁行树8岁，两人曾是师生关系。1938年，袁行树在四川成都生下一对龙凤胎，陈志平给女儿取名为陈哲，儿子取名为陈杰，小名分别是凤凰和麒麟。之后袁行树又生下了一男一女，家中一共有6口人。琼瑶出生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她的童年几乎就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一家人从四川逃到湖南，又从湖南逃到广西，一度还曾走散过。1949年，全家人又因为战乱逃到了台湾。那年琼瑶11岁，终于过上了稍微安定一点的日子。陈志平在台湾师范大学担任博文教授，袁行树也在台北的一所中学内任教。就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了7年。18岁的琼瑶在台北第2女中念高3，她的成绩却一直不是很理想，袁行树就每天都在琼瑶耳边念，要她务必考上大学。在巨大的压力下，琼瑶遇到了一个看到她身上唯一闪光点的男人，那个人就是蒋仁，是琼瑶的高中国文老师，大了琼瑶25岁，丧偶状态。虽然在琼瑶眼中，蒋仁学问渊博，满腹诗书，有着书生独有的儒雅气质，但师生相爱是天下之大不韪，因此蒋仁也恳求琼瑶必须考上大学。等琼瑶大学毕业后，他若还没有变心，两人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但琼瑶不懂，自己的爱情为什么要由那些数字和毫无关联的西洋文字来决定？在万众期待中，琼瑶落榜了，她一时之间想不开，竟吞了安眠药。在琼瑶被抢救的时间里，袁行树发现了女儿写给蒋仁的情书，必不可免的，他发了一场大火，甚至告到了警察局，后面又告到了教育部。一时间，这段不伦之恋闹得人尽皆知。最后是琼瑶跪下来苦苦哀求袁行树，才勉强断了将蒋仁送进监狱的念头。20年后，琼瑶回忆起母亲的所作所为，写道：我绝不怀疑母亲对我的爱，却感觉到自己被撕成了一片一片，粉身碎骨了。这件事的结果就是蒋仁被学校解聘，离开台北南下求职。熄灭了女儿爱情的火种后，袁行树要求琼瑶再考一次。毫无疑问，琼瑶再次落榜。当袁行树要求琼瑶是第3次时，琼瑶果断拒绝了。她对学习的厌恶也借由一个叫做绿萍的角色说了出来。2次落榜的琼瑶，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到了另外一个男人。26岁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的庆云，庆云来到琼瑶家，想要向琼瑶的父亲陈志平请教一些历史问题，因此和琼瑶相识。两人对文学有着一样的热爱，逐渐走到了一起。在1959年，他们登记结婚。两人从认识到领证也不过只有7个月。婚后，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稿费，但稿费总是时有时无，导致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有一次，庆云想吃一个价格3块半的包子，都要跟琼瑶吵上半天。婚后第2年，琼瑶怀孕，庆云为了生计去当翻译，后来又被外派到欧洲工作。不过他们的经济条件仍然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善，琼瑶只能独自生产，搬回到了娘家居住。但娘家琼瑶并不受欢迎，袁行树觉得孩子的哭闹会吵到要考学的小妹，也表示自己已经带大了4个孩子，不想再带小孩了。琼瑶只能一边带孩子，一边写一些文章赚稿费。她当时许多文章都在皇冠杂志上刊出。1962年，青云结束外派，她与琼瑶还有孩子搬到了高雄居住。有一天，琼瑶收到了皇冠杂志社社长平鑫涛向她要稿的信，说是希望琼瑶之后的作品都能在皇冠杂志上进行连载。琼瑶非常开心，因为那是她收到的第1封邀稿信。但是庆云却很生气，
他评价琼瑶写的小说没有深度，一辈子也不会进步。话是这么说，但此后琼瑶的作品不断，庆云却产出寥寥。郁郁不得志的庆云开始外出打牌赌博，彻夜不归。琼瑶只好边带孩子边开始写他的半自传小说《窗外的连载》。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他与蒋仁的恋情。没有想到窗外发售即脱销，平鑫涛催稿的信如雪片般飘来，琼瑶的喜还未上眉梢，迎来的就是袁行树劈头盖脸的怒斥。原来在窗外中，女主角江艳蓉的父母被描绘成阻碍她爱情的刽子手。袁行树骂琼瑶的才华仅限于此，父母生她养她，她却出了一本书来骂父母。除了出卖父母之外，琼瑶没有别的本事。庆云也彻夜不归，在外赌博，回家时还对琼瑶说：“不要怪我不回家，都是你那本见鬼的窗外，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你的真爱，可知我的尊严于何地？”于是琼瑶跟庆云的婚姻在一地鸡毛中离婚收场。窗外后，平鑫涛和琼瑶的联系日益紧密。1963年，琼瑶应平鑫涛邀请，从高雄到台北接受电视台访问。平鑫涛去车站接琼瑶，一眼就认出了她。琼瑶也很惊奇，两人素未谋面，平鑫涛是如何在成群的旅客中认出她的？平鑫涛回答：从窗外认识，从六个门认识，从烟雨门里认识。那次访谈结束后，平鑫涛还特地买了个收音机送给琼瑶。之后，平鑫涛为了能让琼瑶更好创作，他给琼瑶在台北租了一个房子，就位于自己家斜对面，还请了位保姆来给琼瑶带孩子。脱离了繁重家务的琼瑶，在那年写出了4本书，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濒临倒闭的皇冠。平鑫涛对琼瑶呵护有加，殷勤备至，不仅仅因为琼瑶是皇冠的当家写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其中一定有男女之情。但是36岁的平鑫涛早有家室，他有一位妻子名叫林婉珍。林婉珍回忆说道，琼瑶第一次来家里做客，看到平鑫涛的小儿子平云，说自己的儿子与平云同年生，年纪一般大。一番话下来，让林婉珍觉得琼瑶这个人十分亲切。当时所有的事都好像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有些地方逐渐变得不太对劲。有一次，佣人告诉林婉珍说琼瑶穿了一件织锦缎上衣，跑来问平鑫涛好不好看。林婉珍觉得奇怪，穿了一件新衣服，为什么要让别人的老公来评价好不好看？林婉珍还在自家的5朵柜内发现了一封琼瑶写的情书，内容是窗外正稀里哗啦下着小雨，你来了寂寞就从门缝里出去了。某次平鑫涛半夜没回家，林婉珍打电话到琼瑶家找人，琼瑶说你来把她带回去啊。还有朋友告诉林婉珍，平鑫涛每天下午2点钟出门去琼瑶家，待到4点才去杂志社上班。这一切都在告诉林婉珍自己的丈夫出轨了，但在琼瑶的视角里，她认为自己几乎无错，因为她才是被平鑫涛狠狠追求的那一个。琼瑶说，平鑫涛为了追求自己，曾将车开到悬崖边，表示如果琼瑶要和自己分手，就死给琼瑶看。结果琼瑶趴在引擎盖上死死哀求，平鑫涛才冷静下来。看了这段经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琼瑶笔下的男主角随时随地都在暴走。为了躲避平鑫涛的追求，琼瑶一度搬回娘家住。因为母亲袁行树比较凶，所以每次平鑫涛来找琼瑶，都会面临一番羞辱。在琼瑶2017年所写的《雪花飘落之前》里，提到平鑫涛说要纠缠他一生一世，但要等到他儿子15岁足够理解感情了，才去和林婉珍谈离婚。琼瑶难道不知道自己是第三者吗？琼瑶知道，而且琼瑶很清楚，说自己是矛盾共同体。从小表示自己在传统礼教的家庭下成长，无法漠视自己是一个第三者的事实，但感情用事的时候，就什么道德和礼教都不会管。这种矛盾还体现在他与林婉珍的一次谈话中。他说，他看着林婉珍这样一个无辜的女人，充满了同情。两人谈了很多，最后琼瑶还很真挚地对林婉珍说，平鑫涛可以来我家，你也可以来呀，你是妻子，你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着他。林婉珍也说过，琼瑶曾表示，如果能够维持现状也好，她不会逼我离婚，3个孩子和她的孩子都可以有爸爸，大家就都幸福了。这才造就了那句经验热梗，我不是来破坏这个家庭，我是来加入这个家庭的，你们不要吵了，都是孩子的父亲，诸如此类这样的对白。但是1976年，平鑫涛和林婉珍还是离婚了。在离婚那天，
平鑫涛对林婉珍说：“你比较坚强，她比较软弱，可能是顾及到了孩子们的情绪。”两人在1976年签字，1979年才去办的手续。至此，琼瑶成功上位，她也与平鑫涛的事业深度绑定，成为了皇冠的摇钱树。刘琼瑶所著的65部书籍全部在皇冠出版，翻拍了15部电影、25部电视剧，捧红了一众年轻演员。平鑫涛说：“皇冠没有琼瑶就不是皇冠，而琼瑶没有皇冠仍是琼瑶。”琼瑶60岁时，一部《还珠》让她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部 IP 大剧衍生出来的经济效益，让她和平鑫涛这辈子吃喝不愁。而剧内的许多演员，20多年后还在吃着角色的红利。琼瑶与平家子女相处不错，林家3位中有2位都在皇冠集团内任职。二女儿平衡80年代初就去了纽约大学学舞蹈，在皇冠内有一个舞蹈团。琼瑶的儿子和儿媳则负责影视公司的职务，两家人和平相处，一直到2015年，平鑫涛身体状况开始衰落。2017年，平家儿女关于是否要给平鑫涛插鼻胃管的决定和琼瑶争吵不休，双方一度在社交网络上公开喊话。平鑫涛逝世前曾对琼瑶表示过，人是自然的来，自然的走，千万不要对他插管，所以琼瑶就坚持要给平鑫涛一个体面，让他无痛的离开。平家儿女则是觉得插鼻胃管是很普通的治疗手段，父亲还没有到病危的阶段，所以这个治疗是有必要的。双方一度吵得不可开交，也引发了社会关于善终权的讨论。最后琼瑶还是妥协了，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要将平鑫涛还给平家人。到了生死关头，琼瑶还写情写爱，因此受到了许多的嘲讽。林婉珍也在书中讽刺琼瑶只能同甘不能共苦，认为琼瑶不同意插管是不想再照顾平鑫涛。平家子女更是发文表示，如果一段爱情是建立在伤害另一人、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的牺牲上，那么这样的爱情并不伟大，也不值得拿来歌颂。琼瑶最后回应道：“我的人生一败涂地，书也不会再写了。”2019年5月，平鑫涛插管2年后离世，琼瑶与平家子女完成了财产划分。说到底，平鑫涛这一辈子，有一个为他任劳任怨生了3个孩子的林婉珍，有一个为他写作写的指纹都快没了，祝他事业腾飞的琼瑶，在生命的最后，他甚至都不需要参与2个女人在80岁时的骂战，能够安安静静的离开人世，堪称最大赢家。最后，我们来聊一聊琼瑶是否是恋爱脑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考量。首先，琼瑶作为一位知名的言情小说家和影视剧制作人，她的作品广泛涉及爱情题材，且往往以深情、浪漫、唯美为特点。在她的笔下，爱情被描绘得无比美好，甚至有时会超越现实，带有一种理想化的色彩。这种对爱情的执着和赞美，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恋爱脑联系起来。然而，恋爱脑这一词汇通常用来形容那些过度沉迷于爱情、忽视现实问题和自我成长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将琼瑶简单的称为恋爱脑可能并不准确，因为虽然她的作品以爱情为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在现实生活中就缺乏理性或忽视其他重要方面。事实上，琼瑶在创作过程中可能更多的是在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和爱情的多样性。她的作品往往包含深刻的情感描写和道德探讨，这反映了她对爱情和人生的深入理解和思考。因此，将琼瑶的作品简单的归结为恋爱脑的产物，可能过于片面和简化。综上所述，虽然琼瑶的作品以爱情为主题，且往往具有深情、浪漫的特点，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她就是恋爱脑。相反，她的作品可能更多的是在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和爱情的多样性，反映了她对爱情和人生的深入理解和思考。因此，在评价琼瑶时，我们应该更加全面和客观。琼瑶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作品不仅让她在文坛上大放异彩，更让她在影视圈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她的离世无疑是对华语文坛和影视圈的一次巨大打击。她的作品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时代，琼瑶用她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即使面对死亡也能保持优雅和从容。琼瑶阿姨，一路走好，愿你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书写属于你的浪漫传奇，愿你的灵魂永远安息。同时也让我们铭记这位伟大的作家和影视制作人，以及他留给我们的那些美好而深刻的作品。